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，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。影评人私下吐槽维和防暴队，留给王一博的时间不多了。今年五一档竞争异常激烈，黄景瑜、王一博主演的维和防暴队排片优势明显，首日占比超过27%，只要口碑稳住，拿到五一档票房冠军问题不大。但重点是口碑能稳住吗？毕竟大家都是爱电影的人，有类型相近的电影做对比。海外维和题材有林超贤的猛片《红海行动》，目前《红海行动2》也已经在制作当中。此外，除了吴京的2部《战狼》，撤侨这个小分支也有饶小志的《万里归途》，票房口碑双丰收。而维和防暴队监制刘伟强，导演是近年来在内的频频拍电视剧的李达超。香港电影人里，除了林超贤之外，其他人玩大场面还是差点意思。那么动作特效不够过瘾，故事又拍不出新意的话，口碑就很难稳住了。如果维和防暴队票房不理想，最着急的是谁？应该是王一博。不算出演小配角的梦想合伙人《大话西游3》，王一博凭借《陈情令》跻身顶流后，真正担纲主演的电影是去年春节档上映的《无名》。然而，尽管宣发方努力营销，最终票房定格在9.31亿，这个数字让所有人都颜面无光。同档期电影《满江红》票房第一，《流浪地球2》位列第二，输给这2部不丢人。但《无名》甚至输给了动画电影《熊出没》，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。当然，这部电影并不能精准反映王一博的票房号召力，毕竟复杂的时间线、舒缓的叙事节奏让《无名》更像是一部文艺片。然而，王一博加梁朝伟的超强阵容，出品方博纳显然寄予厚望，于是在年报上写下了表现不及预期的结论。《无名》之后，王一博《长空之王》热烈2部主演电影先后上映，票房均在10亿以下。其中《长空之王》作为聚焦试飞员的空军大片，只卖了8.5亿票房，实在有点说不过去。而热烈口碑很好，但票房也没能迈过10亿大关。3部电影，3个不同类型，票房都没过10亿，还能说是偶然吗？王一博在电影领域的商业价值到底应该如何定级？维和防暴队的票房表现就显得非常关键了。或许是巧合，本来早就敲定的人鱼，过了这么久仍在筹备阶段，到底是不是博纳在持币观望不太好说，但肯定不正常。不信跟着我来梳理一下人鱼这个项目细节。人鱼很早就通过备案，备案单位是导演程耳的喜悦电影，不过主投方其实是博纳影业。去年6月份，博纳在新片发布会上公布了人鱼这个项目，并发布海报。据程耳透露，在《无名》上映前，他就已经和博纳总裁于东敲定了新片人鱼这个项目，并邀请王一博主演。故事大纲为大兴安岭腹地，近乎与世隔绝的青年第一次面对来自遥远炎热混杂的南方的诱惑，遥远炎热混杂的越南河内。中年男人的悲喜人生和他别出心裁的人鱼表演，以及日本青森学习艺术的女大学生，迥异的世界，交叠的人生。导演程耳的自述是：夏天过后，我们将继续，我们将拍摄名为人鱼的超级艺术片，我们将在亚洲多处取景。虽然是超级艺术片，于东先生仍将继续协助我们完成拍摄。这一次我们将关注那些无力过年的人们。然而，2023年的夏天过后，电影没有开机。今年1月底，有消息称黄磊女儿黄多多将出演人鱼女主角，不过各方都没有给出肯定答复。眼看今年夏天又要到了，从博纳财报来看，依然处于筹备阶段，真的需要筹备这么久吗？我更愿意相信，各个投资方在等待市场对王一博的检验。无名票房不理想，长空之王票房不理想，热烈票房仍旧不理想。
但相信维和防暴队的表现会成为人鱼项目能否顺利上马的因素之一。此前有网友制作了一张表格，列出了头部明星们空档时长，毕竟这是作为旁观者的网友制作的表格，并非来自工作人员的权威数据，所以仅能作为参考。表格上面王一博位列第一，指出在追风者之后，王一博迟迟没有新戏开机，空档时长已经超过340天，快1年了。尽管从公开信息来看，王一博确实没有新戏开机，但这份表格的真实性有待考证。不过能够确定的是，维和防暴队的票房表现非常重要，留给王一博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对此，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，和大家一起分享讨论吧。